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鳄鱼先生》日版的速通。本期又是评机专家的投稿，速通的时长是16分02秒。我刚才介绍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强调日版呢？因为这款游戏在难度方面，日版和美版是有区别的，美版的难度要更高一点。而且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区别，美版的女主防御力是更高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她穿的更少。美版只有一个结局，但是日版严格来说有4个，一个正常的结局，还有一个关西方言版，另外有男主抛弃了女主的结局。除此之外，通关练习模式也勉强算是有一个结局吧。但是我注意了一下汉化的版本，练习模式通关之后是乱码，那个结局没有翻译。本作出品于1988年，应该说是借鉴了电影《鳄鱼邓迪》。为什么说借鉴呢？因为没有正式的取得版权。主人公的名字也改成了比利。比利大家都熟悉啊，著名的哲学家。另外，《鳄鱼邓迪》除了电影也是有漫画的，在人设方面应该比电影更加丰富一些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查找资源看一下。第一关的关卡是在沼泽进行的，所以出现了很多动物，尤其是鳄鱼非常难对付，耐久很高，建议大家还是躲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9关，由3种类型的关卡组成，除了常规的轻板动作之外，还包括了第一人称射击以及竞速关卡。第一人称射击的关卡又分为2个模式，你既可以使用方向键来操作这个光标，也可以使用红白机的光枪。红白机的光枪还是存在问题的，所以说使用方向键给玩家的体验会更好一点。这个关卡也能够捡到一些道具，防弹衣可以让主人公一段时间之内无敌，也可以捡到一些弹药，捡到五角星可以进行一次蜻蜓攻击。另外还有奖命的道具。沙漏是让你短时间之内无限制的开枪，它不会损耗你的弹药。作为一款1988年的游戏，把关卡设置的如此丰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我印象当中也就还有火炮，还有最终特技人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战了。BOSS 的本体是直升机。BOSS 的耐久不是很高，所以如果你血量比较充足，就可以选择和他拼血。第3关又是正常的轻板动作关卡。可能是由于出品的年代过于久远，所以本作的打击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。一个正常的人类，如果手里没有道具，是很难做到无伤的。
道具方面包括防弹衣，它可以防御飞刀还有子弹的攻击。使用类的武器包括了匕首、手枪、木棍还有鞭子，其中鞭子应该是最好用的，攻击的距离很远。第4关来到了竞速的关卡，车速直接飙到了250，这种破路也能开车啊！攻击方式是2种，一种是子弹，另外一种是炸弹。炸弹的攻击时机不是很好掌握，主要是用来对付天上的飞机的。国际惯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主人公叫做比利·维斯特，他在和记者兼模特安娜贝尔莱恩约会。故事的反派叫做戈登，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教父，但是戈登的犯罪勾当经常受到比利的阻挠，让戈登就想要消灭掉比利。不过比利长期生活在沼泽的地带，有主场的优势，很难对付，所以戈登就绑架了比利的女朋友安娜贝尔，想要把比利吸引到戈登位于波旁街的庄园，这样戈登就有主场优势了。不过他显然是低估了比利的实力啊！比利一路的过关斩将，铲除了戈登的整个帮派，并且救出了安娜贝尔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自身的实力不过硬的话，就别想搞比利啊！好，剧情就聊到这儿。游戏的进度已经推进到了第5关，第5关和第4关的类型是一样的。其实我觉得在关卡的流程设计上，应该把这2关分开，并且最好能够加入 BOSS 的元素。但很可惜，并没有。戈登和安娜贝尔就在前方的这辆车里，这个车是无敌的，咱们用子弹打不动，用炸弹也炸不动。其实不止竞速类的关卡没有 BOSS， 咱们之前的第1关也没有。相比较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这款游戏的横版动作部分。虽然它的打击判定存在一定的问题，官方也应该清楚，所以说它在流程当中给了你大量的补血道具。前方能够见到城市了。第6关来到了波旁街，本关能够取得的道具也非常多。这里连续的利用屏幕边缘，把对面的小兵带没了。评级专家选择使用的武器是棍子，棍子的攻击力很高，非常适合速通。但是像咱们普通玩家玩的话，最好还是使用鞭子，攻击范围太优秀了。而且鞭子这种道具通关之后是继承的，后面打多周目也能够用到。
另外，刚才忘了给大家介绍，日版和美版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。日版的名字叫做《疯狂城市》，所以相对来说，还是鳄鱼先生这个名字更加深入人心一些。这里有一个官方的彩蛋，刚才那个酒吧的名字叫做月亮科乐美。穿白背心这个敌人，如果颜色是棕色的话，就说明他是有防弹衣的。但是对面有防弹衣的作用不是很大，因为主人公能够取得枪械的关卡有限。第7关又是第一人称射击。刚才这个5星打得有点早了呀。开摩托车的话，尽量在屏幕的右侧拆，但是摩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我玩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，咱们的光标跟不上。整个游戏当中，我感觉第7关的难度是最高的。横版动作类的部分反而不成什么问题。游戏当中的光标，如果移动速度再快一点就好。血量进行到这儿就被打没了一半。后面的 BOSS 也是有难度的，需要注意了。BOSS 有2个，一个力量型，一个敏捷型。我感觉敏捷型的更难对付，它是不断的扔出飞刀的。虽然飞刀是可以打消的，但是 BOSS 战的节奏很快。现在的血量应该不足4滴血。这个地方我喜欢先把力量型的 BOSS 拼下来，然后再打敏捷的。这2个 BOSS 就是戈登庄园的保安，看大门的。看光标的位置也是要先秒力量型的。这里拼到最后应该说还剩半滴血，最后1滴血也挨了一飞刀。这个地方打的还是挺危险的。第8关来到了庄园门前的草坪，这关能抢到枪，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。上来3个家伙全是有防弹衣的。前面的 BOSS 战是个训犬师，把他的防弹衣打掉，然后补一枪。第9关进入到了庄园的内部，直接就是打戈登。但这里的枪已经被没收了。戈登是一个敏捷型的，非常灵活。找到一个他愿意和你拼命的体位，拼刺刀
款游戏戈登竟然不是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是他2个保镖。但是雇主已经扑街了，你们2个来晚了。可能这2个保镖也想告诉比利，你来救女朋友也来晚了呀，完事儿了。我想也是，如果我是戈登的话，那早就来不及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鳄鱼先生》日版速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评级专家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